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过有这样的 requesters。不过如果真的它的 size 小一点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它很新颖 ，innovative。我听说你是骨灰界的 customer service。是的，我服务的是我们的往生者，还有所有他们的家属。所以我有几个关于骨灰的问题要问你。可以，放马过来。只要处理的方式是符合我们政府 NEA 的规定，就是公共卫生跟那个环境的这一些没有影响到，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啦？我呢拿一个骨灰瓮，一层放我的骨灰，一层放我爱人的骨灰，一层放我爸爸的，一层放我妈妈的。以后如果我还有什么宠物的，我也放进去，可以吗？在我们富贵山庄我们不允许，因为骨灰在 check in 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有所有的文件，就是我们要确保就是每一个其实就只是有一位先人在入住。这样哦，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宠物一起住嘞？我们其实有这一类型的requesters， 可是我们是拒绝的，因为我们的license 其实是 only for cremated human remains。所以我要跟我的宠物分开。目前是这样，对不起。我听说你是这个行业的大佬级老板呢，我觉得问老板可能比较好。我可不可以自己处理骨灰呢？比如说我就想要撒在我家的花园，你可以吗？你是可以自己处理你家人的骨灰，但是政府有蛮多规定，就是有指定的地方要撒那个骨灰。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那时候在卡朗那边钓鱼啊，那有一家人在他旁边，他们拿着一堆东西，然后忽然间看他们把一堆东西丢在那个 river 里面，风一吹，他们全身都白到完。全身白到完，他们连嘴巴都有那个白白的粉，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在撒骨灰。那很多人以为骨灰是一个很好的肥料，撒在自己的心爱的植物上，那撒完过后，几天过后，植物就死掉了。因为骨灰的含钙量非常的高，所以不是一个好的肥料。如果我烧了之后我把它分成5份，一份放在这个瓮里面，另外4份我分给我的爱人跟我的孩子，可以吗？在日本其实确实有这一类型的那个习俗，就是他们会把一大部分放在寺庙供奉，其余的就分给不一样的子女，他们拿回家供奉。那当然，在我们华人传统的那个观念里面，我们其实会比较注重的是整个全部的骨灰就是放在一起嘛。那在这里，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，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位阿姨，她其实患有糖尿病，所以她必须截肢。那在截肢过后呢，她其实把这个腿的部分拿去火化，放在然后火化之后呢，骨灰会放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她所预购的那个骨灰的那个福位里面。其实她最主要的心愿是100年过后，她可以和她的骨灰合而为一，变成走向圆满的这一生。可以啊，我家就有一个。其实是我小姑子，她30岁往生的时候，她是因为有血癌往生的。那我们都跟她非常的亲近，所以我们就想把她放在家里，每天都可以陪伴着她。我们其实是把它放在一个新型的骨灰瓮里面，然后我们各自就有拿少许的骨灰放在一个类似 Pandora Beads 的吊坠。每次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它一起去旅游，就好像感觉到它都在陪伴我们。我不太喜欢这个传统的骨灰瓮，如果我想要放在自己的盒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要是一个适当的容器，然后可以入我们的这个位置都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是一个乐高迷啦，我是想说，如果我的骨灰可以放在这个 box 放进去，我觉得是挺好的，你觉得可以吗？
那个盖可以打开的，刚好可以把我的骨灰放进去里面的。现在里面有一点玩具，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过有这样的 requests。不过如果真的它的 size 小一点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它很新颖 ，innovative。如果真的想要完成另外一半的这个心愿，我自己会 advise。当然，如果我们是要把整个瓮拿出国，我们就要先查询那个目的地国家还有所搭乘的航班的那个 rules and regulation， 然后可能要准备很多的 paperwork 啊这一些来通关顺利嘛。我不可以这样直接放进箱子里面 check in 的啊。不可能啊，因为我们一定会 go through scanner 嘛。那 go through scanner 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发觉它是骨灰，不然就是任何的 weird substance。等一下你的爱人给他拿出来验啊，这一些又少了一只脚，少了一只手啊。有点道理，很好，是我很满意你今天的服务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会给你5星好评。谢谢你。你确定吗？我们等一下 try 一下，看可不可以塞进。可以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试看看啊。所以我现在再试看看哦。这边顶到这边。